前阵在苗栗的昆鱼掩埋场传出了业者找黑道来攻击抗议居民，还疑似得到政府的护航，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昆鱼掩埋场争议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在7月21号，苗栗的昆鱼掩埋场爆发了一场流血冲突。当天的凌晨，反昆鱼的抗议居民堵在掩埋场门口，试图阻挡载满废弃物的卡车进场。然后业者请来的几百名黑衣人呢，开始对抗议的群众施暴，连到场声援居民的议员啊、立委，还有前县长呢，这个刘正宏等人都遭殃。而从冲突开始之前呢，就在现场待命的200多名警力却没能阻止肢体冲突的发生，甚至把盾牌对着这个抗议的居民，因此也被质疑是在护航昆鱼，帮忙呢驱逐这个抗议人群，来帮卡车开路。而这次流血冲突爆发之后，迅速占领了各大的新闻版面，让已经延烧了20年的昆鱼掩埋场争议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也让舆论开始怀疑昆鱼的这个背后势力庞大，可能不只有黑道撑腰，甚至呢跟苗栗县政府还有中央的环保署都有勾结。那到底这20年来的争议是在吵些什么？昆鱼掩埋场背后真的有黑道跟政治势力撑腰吗？在开始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2022进入下半年暑假只剩下一点点，你今年呢有为自己学习新技能吗 ？YouTuber 的36堂课与工薪剪辑术8月热烈加开85折合购优惠，在今年结束前，在 YouTube 上传第一支自己剪的影片吧。这2堂课呢是由我跟阿滴从100万订阅磨练出来的实战秘技，从零教你如何开设频道，找到适合的经营方式，最后获得收入，以及怎么规划剪辑出让人想要看完的影片。课程呢更获得18000位学员4.9颗星的好评推荐。现在就点击下方的链接，踏出成为 YouTuber 的第一步吧。昆鱼掩埋场位于苗栗的龙生村是一座专门收受事业废弃物的乙级废弃物处理厂。开张后呢，预计收受来自全台湾钢铁啊、石化等等工业的一般废弃物。不过目前这座掩埋场还没有合法开张。根据法规呢，一座废弃物掩埋场要能够正式开张，都必须要过3关：一、取得同意设置文件才能够开始盖厂；2、盖完之后获得县政府核准进行试运转计划；3、完成试运转之后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证，就可以正式营业。昆鱼虽然在2002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县政府同意设置，也在2005年完成试运转，但闯完2关之后呢，随即因为卷入了弊案而一度停摆。之后的几年间，又因为地方的反对声浪大，所以尽管昆鱼提出了14次的申请县府呢还是迟迟没有核发许可证，把昆鱼卡在最后一关。那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有机农产品，但昆鱼所处的位置呢，离主要的这个农业灌溉水源龙生湖只有300多公尺，而且地势比较高，有污染水源的疑虑，所以他们一直非常反对昆鱼，而且希望政府能够完全撤销昆鱼的开发案。而居民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昆鱼的开发过程当中漏了一个最基础的关卡环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环评等于是第0关，如果没有通过环评，那么昆鱼其实根本不能够立案，连第1关就不该让它过。以现在的法律标准来说，只要是掩埋场呢，全部都要做环评。但是在昆鱼立案的时候，法律的规定是，只要废弃物处理厂的整体面积在2公顷以下，而且每天的垃圾处理量不到200公吨的话，就可以不用做环评。而昆鱼所提出的计划面积是 1.8 公顷，每天的垃圾处理量呢，则是190公吨，都刚好在当时的法规标准以下。所以昆鱼也一直主张说，他们是依法不做环评的。但前环保署长詹顺贵指出，昆鱼其实是在玩规避环评的老把戏，因为他所宣称的计划面积并没有包含掩埋场的这个连外道路啊、办公室建筑等等的必要设施。如果这些都算进去的话呢，实际的面积就会超过2公顷。那虽然业者反驳说连外道路呢是公共所有，那其他的建筑设备也都是出来的，通通不是昆鱼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一度被官方打脸。2011年，苗栗县政府认定那条连外道路是专为昆鱼掩埋场所设，应该要纳入计划面积当中，所以驳回了昆鱼的许可证申请。而昆鱼不服，提起诉愿之后呢，也被环保署以相同的理由驳回。可以说，在当时不管是地方啊或是中央政府都判断昆鱼有少算面积、规避环评的嫌疑。不过后来事情却出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转折。
昆鱼的案子卡关多年之后，2019年出现了转机。由于昆鱼的邻居608号地申请盖房需要使用到那条关键的连外道路，所以苗栗县政府就认定说这条路是公共的现有巷道，不用算在掩埋场的面积里头。但这块608号地的地主呢，其实就是昆鱼母公司中绿环境董事长，而其他号称是租来的设施也被查出是昆鱼关系企业的地，只是透过挂名租借而已。许多的环保人士跟当地的居民就质疑昆鱼这种做法根本是在玩弄法律、架空法规，所以他们组成了反昆鱼自救会，希望能够阻止昆鱼靠澳宝再度的闯关。但2020年的12月31号，苗栗县政府在时隔15年之后，还是再度的放行，同意让昆鱼继续从第2关开始进行为期3个月的试运转。而这一纸公文呢，也让自救会开始了埋锅造饭的漫长抗争。从2021年初开始，自救会成员就镇守在昆鱼掩埋场门口，24小时的轮班阻止大型车辆进入，使得昆鱼无法顺利运作，最后也导致苗栗县政府宣布终止昆鱼的试运转。当时县长徐耀昌的说法是，县府依法核准试运转，但因为业者没有跟民众好好沟通，导致计划要暂停，所以呼吁业者呢要先跟乡亲取得共识，再来继续。但昆鱼业者不满县府的做法，就向环保署提出了诉愿。9月中，环保署做出了2个决定：一是判断昆鱼的诉愿主张有理，撤销了苗栗县府的停运处分；二是修改法规，针对卡关太久的掩埋场祭出了日落条款，相当于呢要求这个昆鱼在1年之内取得处理许可证，否则呢最初的这个同意设置文件就会失效。换句话说，环保署的做法呢，等于是给昆鱼机会，让他可以再度从第2关开始跑，但也定出死线要他们在2022年的9月13号以前破完所有的关卡，否则呢就全部归零，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要从头来过，按照现在的法规，不管掩埋场的面积多大，都必须要进行环评，而这也是昆鱼一直极力避免的状况。所以对于昆鱼来说呢，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完成试营运，才能够赶在死线以前破关。那对于环保署的决定呢，苗栗县政府也没有提出抗辩，让昆鱼呢在2021年底恢复试营运。之后昆鱼呢就疑似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动用黑道来驱赶驻守在掩埋场门口的自救会。2021年12月29日，昆鱼请了100多名的黑衣人来清场，跟自救会成员爆发了肢体冲突，直到20分钟之后，警方抵达现场才告一段落。后来，昆鱼董事长胡汉南也因为这起事件被移送侦办。那到了今年的7月21号，相似的事件又再度爆发，而且比上次还要更加的激烈。当天凌晨，一共有400多名的黑衣人到场，对自救会成员喷辣椒水、丢掷石头、铁椅等物品甚至动手殴打，导致了许多人受伤送医。而根据警方的说法呢，当天涉嫌施暴的黑衣人当中，确实有几人具有黑道背景。那么这些黑道会是从哪里来的呢？今年初，时代力量的邱显智呢，还有王婉玉曾经召开记者会说，昆鱼开发案之所以能够一再的死灰复燃，这是因为有黑道与政治势力撑腰，还点名了苗栗砂石业者宋九文是幕后的关键人物。时代力量形容宋九文在苗栗营造业的地位呢，犹如是土方霸主，许多的建案都要跟他拜码头才能够顺利的开工，否则就会有黑道找上门。而他本人也曾经因为违法倾倒废土被逮捕。此外，他的政商关系匪浅不仅曾经担任苗栗县前议长秘书，跟同为砂石业出身的现任议长钟东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还一起合伙开公司。而至于宋九文到底是何时跟昆鱼搭上线的，关系有多深，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实力追查发现他在去年中买下了昆鱼那栋没有列入计划面积的办公室，而在他成为昆鱼的新地主之后没有多久，昆鱼又获得了试运转的机会。而除了宋九文之外呢，邱显智也自曝他曾经接到民进党立委于天来电，说昆鱼的陈董陈和景希望他帮忙协调掩埋场的冲突。后来他才发现，这个陈和景是废弃物处理公司全亚冠的老板，而且这家公司呢就位在昆鱼几百公尺之外，过去还曾经涉及到大型违法滥盗的案件。这些迹象呢，都让他们怀疑昆鱼背后有黑道势力以及复杂的政商网络撑腰，而宋九文呢跟陈和景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关键角色。那在记者会之后，昆鱼就认为实力的指控不实，损害了昆鱼公司的名誉，对邱显智、王婉玉提告加重诽谤罪。而面对这种种的争议呢，无论是昆鱼公司业者、苗栗县政府或者其他的中央部会，都给出了各自的回应。
2021年的11月，监察院公布了昆宇案件的调查报告，指出昆宇有刻意规避环评等等多项的违法疑虑，认为苗栗县政府多年来呢都没有积极的厘清争议，事实认定呢也前后不一要求上级机关这个环保署督促苗栗县政府改进。而对于这个争议呢，环保署这2年来几乎都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再的说会积极的依法处理。而至于苗栗县环保局则表示由于法律规定昆宇可以试营运，他们也只能够依法处理，没有办法因为民众抗议就禁止开发，不然昆宇如果申请国赔也是全民买单。那昆宇公司这边呢，就一再的强调他们一切的程序都合法，自救会才是一直霸占这个昆宇的门口才是违法行为。而另外他们也提到，台湾事业废弃物已经没有地方放了，如果不盖掩埋场，反而会加剧违法滥道的问题。不过在7月的冲突爆发之后呢，高等法院就判决昆宇依法应该要做环评，而在环评完成之前，苗栗县政府也必须要停止昆宇的开发案。之后县长徐耀昌呢更是宣布县政府不会再上诉。换句话说呢，关于昆宇的存废争议有可能即将落幕了。我们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很多报道指出，随着这个台商的回流，事业垃圾越来越多，但在公有掩埋场几乎爆满又缺乏经费的状况之下，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只能够仰赖民间业者，而业者也似乎看准这个状况，不断的涨价。近几年来呢，各地的一般事业废弃物处理费一直的飙涨，每吨的市价已经来到了1万元上下。那这个有赚头的产业，自然会吸引不少业者投入开发，但新建掩埋场往往又会遇到当地的反对，所以业者呢就可能会去找有政商关系或者黑白2道通吃的人来帮忙调试。所以除了苗栗的昆宇之外呢，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案例争议，比如像是高雄的马头山台南的龙崎掩埋场等等。那依照目前的台湾废弃物状况，我们确实可能需要再新建一些掩埋场，但是像掩埋场这类的嫌恶设施呢，民众又都不太喜欢，所以这个废弃物怎么办的问题的确非常的棘手。但我们认为当业者政商关系复杂，还疑似引入这个黑道殴打民众，警方又没有积极处理，这连串的过程呢，实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所以我们希望相关的机构还有司法机关呢，可以早日查出黑衣人是谁，并且厘清各方的利害关系。那当资讯透明了，大家也更有机会好好的坐下来，一起想办法解决垃圾的问题。好的，那这一次的昆宇掩埋场争议当中，你觉得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业者一直不肯做环评，感觉心里有鬼，难以相信他不会污染当地的环境。B 暴力争议不止一次派黑衣人对付抗争居民，手段呢让人无法接受。C 政商黑道利益勾结的云这水太深了，绝对需要调查清楚。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昆宇掩埋场争议。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垃圾是怎么处理的，以及东南亚的垃圾危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